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手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那这期影片要跟大家分享，当利率的巅峰已经过了，那联准会呢准备要开始进行降息，那这段时间债市以及股市它们的走势会是如何？以及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花了350万台币究竟买了什么样的美债。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记得看到最后哦。好，那我们来看美联储的一个最新消息。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表格。那我们都知道，在6月初的时候呢，联准会有进行一个最新的 FOMC 会议。那他们呢有释出自己对一个市场利率以及美国的经济的预期。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格的最下面，联准会呢他们在6月份的时候呢预期2024年基准利率会降低来到 5.1%， 这个是预期的一个中位数，也就是说呢，基准利率大概会下降 0.25%。那我们再往右边看，可以看到联准会呢，他们是预期未来的长期利率大概会维持在 2.8%。好，那 2.8% 是相对于他们在3月份的时候的预期的 2.6% 还要上升了1码。好，所以我们从这个表格就可以看到，如果你跟我一样都是一个债券的投资人的话呢，那我们投资债券就不能只是认为我们要赚债券降息所产生的一个价差，因为联准会现在的态度就是预期未来基准利率呢会保持相当高一段时间，就是维持在 2.75% 到 3% 之间，利率并不会像是20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呢，利率降到几乎是 0% 哦。那看完联准会的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的利率期货市场对一个利率的预期。那美国利率期货市场对利率的预期呢，是投资人他们的看法。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格，在2024年12月18号的时候呢，现在的投资人是预期那时候的联准会的利率大概有 43% 的几率呢会降低 0.5%， 也就是降低2码，也就表示说呢，现在市场上的投资人是比联准会更加乐观，预期利率会下降哦。所以我们从上面的这2个表格，我们其实已经知道了一个趋势，那就是不管是联准会还是市场上的投资人都预期联准会呢，他们其实已经要开始降息了。那最快的月份的话呢，其实是落在9月份的时候。那在过去的50年当中，发生了8次的一个升息周期。那升息周期结束之后呢，都会有一段时间是停止升息，也就是利率不变。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就会开始进行降息。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那这个表格是联准会呢，他们在过去50年当中，在8次的升息周期之后呢，他们利率的一个变化，可以看到每一次升息周期结束之后呢，利率的一个调降的幅度是没有固定的一个幅度。那其中降息幅度最多的是落在了1981年到1983年。那这几年的时间呢，联准会的基准利率呢，总共下降了 11.5%， 是非常的多。那也主要是因为在这之前呢，联邦基金利率是已经来到了 20%。那究竟当升息周期结束了当下到开始降息这段过程当中，美国公债他们的报酬率会是如何呢？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表格，第一列的话呢，就是这些美国公债他们的一个到期的期限。第一栏的话呢是1到5年，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是5到7年，以及后面的7到10年。那我们可以看下面的话呢，可以看到它的存续期间，也就是说呢，这些债券他们的存续期间的话呢是越来越长的。那我们从这个表格当中可以发现到，这些美国公债他们的存续期间越长的话，在降息周期的过程当中呢，他们所获得的总报酬累积报酬的话呢是越来越高的哦。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债券的投资人，你希望你自己的债券的投资组合在利率调降的时候呢可以产生更高的报酬的话，那你选择长天期的美国公债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们从这个历史数据当中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那在联准会最后一次升息之后，那美国的10年期的公债它的报酬又会是如何？那我们就来看下面这个表格。那这表格的话呢，是从1980年到
到2020年这个过程当中呢，总共有6次的一个升息周期结束。那6次的升息周期结束之后呢，其实我们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到10年期的美国公债它的报酬率都是正值的，它们有出现非常高的一致性，就是利率下降，债券的报酬会上升。那记得我这边所说的债券是指美国公债哦，一般的公司债券是不包含其中的。好，因为一般的公司债券它的涨跌除了跟利率有关之外呢，也跟这些公司他们的一个营运状况有关哦。那这个图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到有一个蓝线它非常的明显，好，它涨得非常的多。好，在利率停止升息之后呢，它在2年内竟然上涨了 50% 到 60%。那这条线的话呢，就是1983年到1984年，好，这个降息的周期，你可以发现到它上涨了这么多，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段时间呢，美国的基准利率呢是调降了 11.5%。那我相信我们现在的一个状况是不可能下降这么的多了。好，毕竟我们现在的基准利率也才 5% 左右。好，所以说呢，你要让它预期再下降 11.5%， 好，其实不太现实的。那我们比较值得参考的是其他的一个线条，其他的线条其实显示未来2年，好，美国的10年期的公债的一个回报大概是落在 10% 到 20% 哦。好，那我们前面是介绍当利率开始停止升息之后呢，美国公债他们的报酬会是如何。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当利率停止升息之后呢，那美国的股市又会是如何。那其实股市呢跟债市的一个反应啊是相差非常的大。我们来看下面这一张图，那这张图的话呢，一样是看到了总共有6次在升息周期结束之后呢，股市的一个反应。那你可以发现到其中有一条线，那条线是2000年的科技泡沫破裂，也就是直线的部分，它在利率停止升息之后呢，它的表现是非常的糟糕。那另外一条线是2008年的次级房贷危机，它的报酬的话呢是维持在0，因为那时候呢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经济衰退。2020年的疫情衰退，那个时候呢也是一样，它有一段时间呢报酬也是在0。那1990年的一个亚洲金融风暴这条线呢，它也是一样，报酬没有非常的亮眼。那我们来看那4次发生经济衰退的时候呢，那股市的估值是如何。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看到息勒本益比。那息勒本益比的话呢，如果越高就代表估值越高。那我们可以看到那4次的一个息勒本益比其实没有特别明显说一定是特别高或者是特别低，但是呢他们都有发生一件事情，那就是那4次呢都是有发生经济衰退。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表格，经济衰退的话呢就是灰色的那一个区域，可以发现那4次其实后面都是有紧接而来的经济衰退哦。那有另外2次在停止升息之后呢，他们的表现非常的亮眼，他们的绩效呢是高达了 50% 到 60% 之间。那2次是因为开始停止升息之后呢，之后是没有发生经济衰退的。那从历史数据当中可以发现到，当停止升息之后，经济没有步入衰退，那股市呢就很大的概率呢是会上涨的。所以呢股市呢它跟利率是没有完全的正相关，但是呢它跟经济是有非常高的正相关哦。好，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 Kevin 自己花了350万元买入了什么样的美债。那这边我直接跟大家公布，我花了350万元买入的是短期的美国公债。那为什么我是花了350万元买入了短期的美国公债，而不是长期的美国公债，而且呢我也不是买入股票呢？那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个，我刚刚所看到的股市呢，其实现在的估值呢相对于过去来讲的话呢，现在估值依旧是非常的高。现在的息勒本益比的话呢是高达了35倍，在历史的水准当中的话呢也是有第3高的一个水准。所以呢我会预期现在投资美国股市的话呢，它给我带来的预期报酬并不高，但是呢我会去承担它更高的下跌的风险。所以呢我并不会花大笔的钱呢去购买美国的大盘。那台湾的股市大盘跟美国的股市大盘其实他们的走势非常的接近，如果美股好的话呢，那台股应该也会非常的不错。但如果呢美股开始大暴跌的话呢，那台股的股市啊要好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困难。我们在相信股。
但是 Kevin 长期的一个资产增值的目标，我依旧是以股票为我主要的一个选择的工具。所以呢，我会希望我的资金可以更加的灵活，在任何股灾来临的时候呢，我都可以马上有现金可以进行投资。所以这时候呢，我就会去选择短期的美国公债来进行投资，而不是长期的美国公债。虽然长期的美国公债在利率下降的时候呢，可以提供更高的报酬，但是我刚刚有讲到，我还是以股票为我主要的一个资产增值的一个工具，所以呢，我还是希望我自己的一个投资组合当中的现金以及债券呢，它是可以快速的变现呢，然后呢来投资股票哦。那 Kevin 自己去直接去投资美债，那我是使用银透证券以及嘉信证券。那嘉信证券的话呢，现在的一个开户门槛非常的高，如果大家要使用的话呢，还是使用银透证券会比较好。那为什么我不使用副委托呢？国内的副委托它的手续费是非常的高昂，那银透证券的话呢，它的手续费就相对来讲就低了非常的多。那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我银透证券呢总共买入了大概7万美金的一个美债，那嘉信证券这边的话呢，也有将近4万美金的一个美债，那这些加起来的话呢，大概就是台币350万哦。那我这些投资的美国短期公债都会在今年的12月份的时候到期，那只要我持有到期，中途没有卖出，那这些债券呢，现在就可以给我非常明确的一个报酬，那我的报酬是高达了10万台币哦。好，那以上就是我自己花了350万台币呢去购买的短期的美国公债。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投资策略想要分享的话呢，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哦。好，那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那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这到底讲什么？喜日本营这张图到底要不要讲？都是有发生经济衰退。